你早点同意嘛，不必受这番苦啊。我可以做小，但绝不能在今夜不明不白的跟了你。我想你明日在殿中摆上2桌，最起码让街坊四邻都能知道。这有何难？你今夜先在酒窖委屈一晚，成亲前不准离开这儿。明日我叫五娘来为你梳洗。至于这些伤嘛，多涂些粉，遮住便好。走。五娘，你这头上有……这是怎么了？五娘，你是想把牡丹逼走，对吗？之前你故意针对我，一直想赶我走，实际是为了救我，对吧？想必昨夜你已知晓王庆是何等禽兽了。他一喝醉便要打人，怕影响生意，动手只挑引逼出。若我敢哭喊尖叫，他便打得更厉害。若非为了我，你也不会添置心伤。我这么晚才察觉，王庆极善伪装，当着外人总是慈眉善目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就连相处多年的邻居，也无人发现。牡丹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他之前也曾强娶过其他的女子。什么娶不娶的，不过是骗到手玩弄几人，等玩厌了，就将人送去平康坊。你本有机会逃脱这里，可如今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只要你想，永远都来得及。这种夫君，你留他作何用？五娘，你同我一起离开吧，你去报官合离，再也不用受他的压迫了。当初家里吃不上饭，父亲为了史大明的聘礼，将我嫁给了王庆。就是这史大明断送了我这一生。
我是他明媒争取的夫人，无论我逃到哪儿，都会被他抓回来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已经被打怕了，我不想再挣扎了。你愿意认命，可我不愿。不认能如何？后院墙高，无处可走。你若穿过正堂走正门，必定会被王琴抓住，到时候又是一顿毒打，何苦呢？穿了吧。五娘，我不想伤你，我求你不要出声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嫁给王庆。一起走吧，我是王琴的正妻，走不掉的。我已经认命了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还有机会，快逃吧！来，牵我这。死婆娘，敢坏我好事！好啊你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现在就带你入洞法府！不要，快走！加油！加油！快跑！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能快跑！起来！你给我回来！起来！救命！九子殿主杀人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九子殿主杀人了！谁在等我？通天四宝！殿主杀人了！王琴杀人了！快帮我抓住他！快帮我抓住他！九子殿主，放我！快帮我抓住他！站住！救命！救命！九子殿主强加于你了！救命！救命！站住！娘子，没事吧你？文静表兄，牡丹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听错了。随之莫不是招惹了哪家五方里的美娇娘，欠了风流债吧？非也，倒是对方啊，欠我盐血的重金。哦，到底是什么人，还敢欠你的钱？前些日子呀，在洛阳遇到一奇女子，慧心巧舌，力气秋毫，本想起来给我管管账，谁知啊，人家瞧不上我。当日啊，她为了自由拼死一搏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。难得听见你对一位女子念念不忘，
以随之的手段，何不驯服了他？好好的牡丹迎风绽放，折了变无意去了呀。走了。表兄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这么狼狈啊？表兄就是他，我去他酒肆做过，他强行扣留我，逼我跟他成婚。你胡说！郎君有所不知，此女是我家陶奴，我这头便是被她砸的，不要听信她一面之词。信口雌黄！我乃国子监主簿，这是我姨母家的表妹，怎会是你的陶奴？看来牡丹所言非虚，你确实包藏祸心。我告诉你，长安法度容不得你造次。你堂堂七世男儿，竟然欺负一介弱智女流，不能轻饶！今天咱们必得给他打一顿，替你表妹出气！哎，不可！他人犯错自有律法裁断，你我断不可用私刑。这样，你去报官，让衙役来拿人。好，咱们围住他，切莫动手啊！来，围住他！不可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误会。误会。牡丹，有些事闹到官府去，实在难堪。请您大量，让我一走。你这话是何意？表兄，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方才因为逃命，所以无法过多的解释。如今表兄已知晓了前因后果，便会明白，我因为户籍所碍，所以无法同王情去见官。你受苦了。刘家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举，真是枉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。表妹何离是对的，你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怎可与那等无耻卑劣之徒为伍？滋补国宝东阿阿胶，东阿阿胶邀您继续观看。日有微醺，我一个人的小酒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表兄怀瑾握于，不像寻常男子那般对女子多有偏见。牡丹十分感激。表兄，牡丹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可否答应？你我兄妹一场，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，尽管说。因为户籍的事情，我实在难以寻到一个正经的活计。表兄乃是官场中人，不知可否帮我办一个假户籍，让我有一个身份？不可，国之法度绝不可因私而废。牡丹，若你是有别的要求，我皆可答应，可唯独这个我不能做。表兄还是像小时候那般，规行矩步。是我唐突了，不应该让表兄为难，无妨的。牡丹，你安心住下便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，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表兄，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，肚子都有些饿了。哎，怪我，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些吃食，你等着。牡丹，牡丹，当年姨母因母亲下嫁商贾，姐妹离心，吾不愿表兄为难。若姨母休书于家父，只怕吾会被刘家抓回折磨致死。今日之事，万望表兄替吾保守秘密。来日待吾在长安有了一席之地，定传信表兄，以报平安。勿念，牡丹。夜半
不知道五娘现在如何。玉若，看到了吗？秋苔玉露开花了。哟，户部尚书家的二郎，替我跟你阿爷问个好。哟，兵部张尚书家的四郎，回去同你父亲讲啊，他送的龙膏酒甚合我意。谢了啊。哎，你小子，理学之地何等庄肃，岂容跳梁小丑在此喧哗？各位学子若这般不静心，何以成才？还不速速归位！花鸟使何故来国子监大闹？徐公，徐祭酒，那是老师的楼阁，还请留步，莫去叨扰老师。徐祭酒，徐公，徐公，圣人龙体有恙，您就准了假吧。哼，假惺惺的说请假，不过就是告知我罢了。听说前日你进献了一位弄猢狲的艺人，圣人这一高兴，让他做了诚意郎。哼，如果圣人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，就不会被你哄得荒唐至此。哎，圣人就是被你这等小人给带坏了。都怪我。竟令徐公对圣人误会至此，若不解释清楚啊，让徐公和圣人离了心，岂不都是我的错？圣人因为政事啊都病倒了，因此内疚不已，特召宁王帮忙料理朝政。徐公啊，大可放心，这可是一根100年的老山参，徐公吃了定能在矍铄50年，圣人可离不了您啊。对如此口蜜腹剑之人，当以何书教训之啊？学生认为，当以上书斥之。哼，字数不够多。周礼不错，为王建国设官分职，以左王君邦国，或坐而论道，或坐而行之，治教理政行事6职，而无一为之。当劝君君万民皆才用者，却纵君穷奢极侈，
当荐举挟万民、生百物者，却纵军荒废朝政。呀！徐公你这个不善，徐公不敬，徐公不敬，老师不能，徐公不服。老师，不辩之人却安居庙堂，你无耻之有！国子监乃清净高洁之地，日后若再有贪赃枉法、以身同秀之人登门，一律不准放入。是。这些个好东西都不要，怕不是嫌命长。走。这花蕊花瓣皆为绿玉之色，如此佳品，你竟舍得？此花对我意义非凡，我想将它活当在此，等日后赚了钱，再将它赎回。若缺钱，娘子何不将那颈间的和田柔白玉当了？它可值钱得多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一盆琼台玉露足可置换。看来娘子至此不为求财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份女护良籍文书。此物该就户部找，我们哪有那个能耐啊？我在长安打听多日了，都说咱们万贯堂有口皆碑，只因不问来者，万物可求。我看到咱们堂中摆着的兽首玉雕，便知道我来对了地方。以万贯堂的家底，摆个玉雕甚是寻常不过。娘子何出此言？可那不是寻常的玉器，乃是唯有皇家可用的俏色玉雕。多吃凤爪，多抓财，送礼就送王小卤，邀您继续观看。我无意冒犯，也没有恶意，我乃是诚心求取，日后愿用双倍的价格换回此花，店主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娘子慧眼如炬，这生意倒有得一谈。不过这花，我只接受死的，也并非是我要夺娘子所好，只因这花是活物，死的我们可以立刻出手，而活的，若娘子还未凑够赎她的钱帛，花就被我们养死了，我们岂不吃亏？可我只接受活的。至于店主的忧虑，日后我可以定期来养护此花，绝对不会让它死掉的。这样吧，请娘子随我一步内监稍后，这生意做与不做，我还需得请家主定夺。有劳店主。娘子请。房中并无熏香之物，这幽微的香气从何而来？何人在笑啊？哎呦，难得见到如此妙人，娘子真乃天仙之子呀！好好说。娘子心明眼亮，又工于养花，若是不留在我堂中做工，岂不可惜了呀？万贯堂的家主，果然如传言说的那样，神秘莫测，声音飘渺，有如谪仙，定是声如其人，人美心善，定不会为难奴家的。
这单生意，先不忙说，我对你这个人可是感兴趣的很呐。奴家不过是微末小卒，家主这是何意啊？良疾没有，卢疾满箱。娘子啊，从今往后你便留在我这儿吧。奴家我呀，不值什么钱，反倒是这琼台玉露，是千金难求。既然咱们今日第一次见面，不如就先谈谈生意如何。站住！口为发。花鸟使，良机不要了。方才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啊？什么叫装神弄鬼？分明是你闯入我的店。怪不得这万贯堂何物都能换，何物都能买呢。原来你是这幕后家主。可是朝廷明文规定，这为官者不是不得从商吗？进得了别人，进不了我。至于你，直接扣下就好。哎，将军您知道的，我向来都是守口如瓶，还是莫要开这样的玩笑了。不过方才我在那个屋子里，是哪个女鬼？是哪个女子在吓唬我啊？听着可不像是云店主的声音。方才那人是川渝啊。我的侍卫技多不压身，小小口技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何娘子啊，我们家郎君只不过是想逗逗你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得罪了，误会一场。我刚刚以为这个店是个黑店，这还好屋子里有盏茶，不然我就将我头上的簪子拔下来，直接捅进去了。啊，郎君，我为了你可差点丢了一只眼睛啊！哎呦，不行，疼！何娘子啊，我这眼睛恐怕是被你烫坏了。是，凉茶都能给你烫坏了。接着演。咱们万贯堂最看重稀有二字，这琼台玉露是我跟母亲培育的新品，也算是稀世珍宝了。用20盆这样的花换1份良机文书，将军，您这是不是太黑了？是你有求于我。良机文书亦是千金难求，除了我这，你找不到第2份。将军，与你活当，欠的花可日后补上，已是格外开恩了。要不是我姨母不是来京做客，她又是爱花之人，我可不接这档生意。别忘了，展小人的谢礼你还欠着呢，20盆，不多。不瞒您说，将军您前脚刚走，这刘家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家庄没还，还派人暗算。我这才身无分文的逃到了长安。要说这展小人，展的也不算是尽善尽美。要不然你好人做到底，10盆如何？你逃出刘家，不回自己娘家，千里迢迢跑到长安来做什么？我不想让父亲为难，更不想让他牵扯进来。既然我自己有手艺，为何不能自力更生呢？胸怀大志是好，只可惜手法稚嫩了一些。你出逃之人，就算换上了假户籍，就不怕被家人寻了过来抓回去吗？能自有一日，便一日吧。
还望将军能高抬贵手。这便是我抬的贵手，爱签不签。春雨，我没说不签，我没说不签，我这就签。不过户籍未办妥前，我还不能写名字，我先按上自己的手印吧。您看看。行了，明日此时来取货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上次为了办户籍，把我的一把预算盘都赔进去了，我这次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。防着我还要说出来，你到底是怕我还是不怕我？啊，不，您上次帮我打赢了官司，我自然相信您不会害我的。那你还跟着我？我这不是怕您公务繁忙，一时把这件事情忘了吗？我就默默地跟着您，您放心，我绝不多言。不说话？不说话，您就把我当成一个环佩吊坠就行了。我出门带这么多吊坠，我沉不沉啊？罢了，再不让你这个吊坠开口说话，你都要憋死了。多谢将军。其实我呢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这办户籍不去户部，为何来这五方啊？户部郎中每日下乡，都会来此寻欢。若不是你逼得紧，我又怎会这么急跑到这里来盖官印？这不是想着早日办妥，我也好早日安心吗？自然也是想让您能够早日清静一些啦。这五方都是男客，你也不会觉得不自在。嗨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。我不算人吗？您在我的眼里那是能下金疙瘩的财神爷，不算是凡人。巧言令色。郎君，按郎君的吩咐都办好了。这摁了手印的欠条，也该签字了吧？这衙门果然是您家开的，将军这手段，这速度，奴家十分佩服。蒋小花，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您看看。
收起来吧。走，走，起来，走，走。敢忤逆我，啊！擅自放跑我的人，我给你点教训，你别忘了谁是你的天。今天我必得把你卖了，你识相点，再闹我打死你。曾经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，别把我卖进这里做武器。别把你卖了，走，走，走。不要。不要！多谢。谁打我？谁？走，去看看。起来，走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家快来看，有人要放弃。母娘，母娘，房晴，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，变本加厉。母娘何罪之有？你竟然要卖他，这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。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，我便怕你了。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？我的人，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走，什么？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欢云楼开门做生意，如今是不收新人了吗？你的夫人可是良籍。当然是良籍。良籍不可买卖，典妻更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禽兽不如之人，多说无益，拖出去报官，别脏了欢云楼。是。哎，行，我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多谢牡丹，谢谢，快起来！多谢贵人，多谢，多谢。干什么？我带他回家呀。五娘啊，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，可是人家能耐得很，哪需要你出手？别人管得了我卖人，管不了我教训婆娘。快随我回家去，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。走，母娘，走，母娘，走，走。等一下。母娘，跟着我，他还会吃苦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人再敢欺女如你。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？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行。五娘，五娘，等着我。云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，向你借10贯钱，利息按照你们的规矩收，可以吗？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
还有钱救别人？你之前不是说，此乃王母所赠，吾到万不得一事，不忍离身，见谅了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这王景就是个畜生，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，定会被活活打死的。子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不能当。此玉再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。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个人，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，可以吗？我愿借你钱帛，无需利息。店主仗义疏财，我感恩于心，但规矩不可坏。拿着。林店主，拿着。等等，你们的账算完了，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？花影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，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，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！方才一时忙忘了，多谢郎君提醒。黄晴，你采获这株牡丹叫做朱颜，市场上卖一株少说要1000文，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。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？你休想蒙我！这些花何价？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，哪能蒙得了你？你就算是报官，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这些采坏之物算起来，至少也要20贯。你这里面的不够赔的，还缺10贯钱。林店主，剩余的钱你看看，要他如何赔偿？岂有此理！你们这是和我坑我的钱！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？既然没钱，没关系，打你1拳抵1贯，打够10贯，就算你赔完了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气谁了？我皮焦肉嫩，打人这种事，段誉，是。啊？哎！川渝，你没吃饭吗？这拳力道也不够啊！芸娘怎么也学起她来，要当活菩萨？郎君可知，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。五娘，怎么样？我本还有些忧虑，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，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人没有了自由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来，吃果子。
娘，你看，好美的落日啊！这么美的落日，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士族，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。这么看来，此时此刻的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往日此时，我都在忙碌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。牡丹，你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明明那么怕王晴，却一次次的提醒我离开。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，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旧痛。母娘，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善良。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，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啊！不哭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。自出生起，爷娘只唤我做五儿，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你能帮我取一个吗？好啊，今日是你的新生，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。等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，一生无忧。不如就叫做胜意，胜意，秦胜意，如何？我虽不识字，但万事胜意，秦胜意，我很喜欢。胜意，秦胜意，秦胜意，胜意，胜意。寻找活计这些日子，不是处处碰壁，就是遇到像王晴这样的歹人。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，就得自己当店主，这样才不会被克扣、被算计。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，咱们还是女子，你行吗？小娘子看花吧，亭亭玉立的鲜花。我们再看看。那小着回来买上一盆。好嘞。看花嘞。你看，女子怎么了？他们男子能做的，我们亦能。你都不知道，王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，你太能干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有看家的本领，那便是养花。长安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。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，得多寻几份工，多赚些钱。待到10月，若是本金攒够了，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，到时候自己开铺子。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。哇，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，这是名品吗？蒙眼紫，少说要卖1000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？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，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。看看那家。
花也好看。咱们已经快把花市转遍了，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，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？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，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？再看看。去那家看看，见机行事。好。二位娘子，我这的花啊是整个花市啊最便宜的了，您二位啊来着了。可以看得出，多少钱一株啊？啊，50文。50文？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？这花啊就是这种品种，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，这含苞待放的。回去之后呢，种在自家院中，等着它慢慢开花。这满园春色呀，能赏一整季呢。滋补国宝东阿阿胶，东阿阿胶邀您继续观看。日有微醺，我一个人的小酒，邀您继续观看。你别哄我了，你这个是 M 丹吧？是 M 丹，茎矮根短的，肯定不好养活。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一半都开不出来，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，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。娘子既然这么懂，爷来这儿一问，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？娘子这样，如果您啊买的多，咱们这价钱好商量。我是开糕点铺的，想买一些便宜牡丹，借清香跟颜色。你这些花从哪儿挖的？若是我10日购一次，你供得上吗？供得上，供得上啊！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，虽说离城中不远，但是呢，山里路啊崎岖陡峭，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，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M牡丹。二位娘子，要多少株啊？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你这样，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儿买啊！哎。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，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，反而套他的话，问花是从何处挖的？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，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，挖到什么卖什么，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。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，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。沈爷，这店主从今日起，咱们就得做起来了。这 M 牡丹在此处不值50万，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，卖得更贵。你看这花市中，除了他家，无人售卖此花，这不正给咱们大赚一笔的机会吗？啊，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，我们若去挖了卖钱，连本金都不需要。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此花花苞小巧，不讨人喜，咱们得购置花肥，将花苞养大，让每个骨朵啊都开出花。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，若是亲自种植，又麻烦还容易死。但是此花花根短小，正宜做成盆栽，这样既降了单价，又能省地方。好是好，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如何采买花肥、花盆？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，先攒点本钱再说。阿牡丹的花期有限，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，若是错过了，就得等来年了。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，倒可以一试。将军，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没兴趣。哎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你看看吧。出资100贯，2个月之后呢，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。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，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。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，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。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，日赚斗金，我也能尽快还上欠将军的那些花了。看看吧。高谈阔论我也会，你这笔账只是空想，毫无依据。你还是换个人骗吧，恕不远送。没有骗人，将军再看，将军蒋财神。
蒋军，要不要再看一下呢？川渝也在啊。蒋小花，本官为你改名，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淳朴一点点，再造知恩不谢，还对恩人骗钱耍赖、榨干抹净，这可不行。我同恩公一起赚钱，就是正在报恩啊。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，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？古语有云：“星火燎原”，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，是吧？您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，越发的无赖了。让一下，蒋军，您忘了，当时咱们约定好了，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。这几日雨水多，此屋呢通风不错，可是光照不足，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，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，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。别人都是风流郎君、翻窗会佳人，你却是为了一株花，当真是个花痴啊！我翻窗为了花，亦为了他。这牡丹价高，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，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。川渝所说的真是低价牡丹的商机。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？可是看得见买不起，更是无地栽种。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，长于荒野，植株精巧，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，定是备受欢迎。如此成本低、利润高的天赐良机，蒋军忍心错过吗？牡丹可是有花期的，春日一过，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。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，攒些家底。至于花期嘛，40芳华取之不尽，牡丹下市了，我还可以卖别的花。蒋军，您见过我的手艺，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。你这生意是走量，你就一双手，怎能料理得过来？何况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？无论是10株、100株或是1000株，只要能够赚钱谋生，我一人可以当10人用。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，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。蒋军若是不信，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。清凉山险峻巍峨，你不会功夫的女流，上不去的。一座山而已，有什么上不去的？届时您看到了花，安下了心，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，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成锁。
随素颜忘彩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花开应傲骨，迎天策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多吃凤爪多抓财，送礼就送王小卤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大王，大王好剑法呀，穿木而出，未损应身呐。是奴好，剑法百丈，不差分毫。若是军中设立神射营，配备此等利器，我朝将再无外侵之嫌。大王今日一言，可定边疆安宁100年。只是今年军费已然超支，若新设神射营，只怕又要多养几十位官员。为了社稷，本王将报请圣上，开国库。能够统领神射营的都是人才，不能怠慢。就许正五品下神射郎将之衔吧。本王向来惜才，这几日便选出人选，报送上书。内定选官，只怕言官们又要吵闹了。无论是选人才还是良器，本王从来不惧言官非议。否则，张尚书是怎么接管兵部的呀？这只鹰就送给张尚书把玩吧。大王，撤！谢大王。雄鹰何其凶悍，可若是没了眼睛，也只不过是个扑棱的畜生。尚书只需确保，军中之言是大王之言，各君臣服于大王，万事都有大王兜着。随之啊，国子监是讲学之处，徐祖平又是帝师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胡闹了。猜你的奏书都堆得比马都高了。冤枉啊！我是被圣人送礼告假去的，怎会是胡闹呢？那徐老头啊，还国士，我看就是一块榆木。他的学生啊，越是上奏参悟，圣人就越讨厌李正。哼！大王协助治理朝堂，百官就是大王手中的弓弩。这做弓弩的，就得知道主子心中的方向和猎物。蒋长阳说我爬不上蓝山，这没路，我便自己开路，这不爬上来了吗？对了，听说圣人把今年户部的存档跟奏书全调出来了。圣人心系民生是好事，
但是一口气要看这么多奏书，我这个当阿兄的还真是体恤他的身体啊。光是今年的奏书哪够啊？圣人恐怕要把3年的全调出来。哦，圣人自从害了头风啊，无法去御花园玩步打球，憋得慌，便在寝宫里将旧奏书搭成了球门打着玩。若不是我看得紧啊，只怕那玉玺都被砸开花了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撤，这倒好办。明天我就让工部新建一所专供玩步打球的宫殿。我这个阿弟啊，自幼体弱多病，是该多运动运动。谁知啊，幼珍可跟我时常夸你，说你斗虫击居，无一不精。你可得尽心侍奉，让圣人尽兴。当然。可惜啊，我那个闺女，新寡后终日苦闷，她也正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趣人相伴呢。哎，正好，你们自幼熟识，脾性相投。大王，与县主自幼熟识、脾性相投的是洛阳刘成，众人皆知。县主对他一片情深，我又怎好棒打鸳鸯呢？久未骑射，上次来这儿见到一头雌鹿，很是可爱。今日一定啊，要将它射了回家。翠芝啊，你父母早逝，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，有些事我得管呐。你早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，这幼珍有什么不好啊？论品貌，远胜于旁的名门贵女，你对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县主出众，我自然欣赏。只是我无人管束惯了，喜好古怪。你要是喜欢那些乐府歌女、梨园戏子，养做别斋妇便是嘛。自从我做了这花鸟使啊，这色艺双绝的乐姬，我已司空见惯。名门贵女呢，高傲雅致，与我这一身铜锈的俗人啊，相看两厌。翠芝啊，你这些年流连欢场，从来不提娶妻生子之事，我真是好奇，这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你青眼啊？若真是要娶亲，我得寻一臭味相投之人，不必会琴棋书画，但要视财如命。这日子呀，要能过到一处，玩到一处才行。你这是信不过本王，跟我说胡话呢吧？字字真心。我喜欢那种口舌凶悍、性情乖张之人，越是不成体统，越能出其不意。我府中啊，人口稀少，若他能上房接我，闲来无事骂我2句，打我2拳，岂不热闹啊？若真有像你说这样的悍妇，定是嫁不出去的。嗨，虽之，这娶妻要娶贤，切不可由着性子图一时之快。以本王看，我好像寻着那头雌鹿。这花枝珠小，须根细嫩，还好没被伤着。哎呀，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？皇家围猎，有人私闯禁区，死了也是咎由自取。来人啊，
且慢，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，这等天降良缘，我可得去看看。go。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你怎么了？美人，你跑花跑过了界，若想安然无恙的离开，就老实点。民女无知，采花误闯了此地，冲撞了贵人，还望恕罪。既然人活着，就送到京兆府处置。将军，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。小娘子，别怕，我一时眼花误伤了你，实在对不住。伤着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奴家一时有点心悸，头晕啊！奴家，美人，美人晕倒了！来人啊！营帐在何处？来人！来人啊！县主往日最爱纵马，今日怎么没同大王一起去狩猎？县主不去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哎，见不着清凉山的春色，着实可惜呢。我看你俩呀，不是可惜那春色，你俩是可惜见不到猎场上的士族才俊。咱们不比县主身份高贵，有大王亲自向人择婿，何等品貌的男子寻不得啊！听闻洛阳刘家不远千里，已巴巴地送来了提亲纳吉之物，真让人艳羡呢。县主，这若是好事将近，你怎么愁容满面的？可是大王不允这门亲事。难道大王还是中意那蒋长阳？父王知道蒋长阳呢，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。他看中的不过是他是圣人的心腹吧。只是我心匪事，不可专也。这一次，无论父王如何的威逼，我都不会妥协的。我方才啊，见着那蒋长阳的车驾往清凉山去了，恐怕是大王要趁着这狩猎之日替你说亲。闭语！奴婢这就备车。等车慢悠悠到了清凉山，他这件事就说定了。把府中最快的马给我牵过来。是。大王有意赐婚，乃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我醉心玩乐，心情未定。若真行婚娶，既拘束了我自个儿，更是委屈了吉安县主，辜负了大王美物。若无妻无子，便如无根之浮萍，看似自在，实则孤苦无依啊！大王所言极是，我能有今日，皆靠大王栽培爱护。宁王府就是我的根，长阳怎敢忘怀？大王的心腹陈留守一直托您为其子陈章在长安谋个官职，可陈章科举失利，行事荒唐。大王有心提拔，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美誉。随之，可是要为本王分忧啊！
这是自然。那日我趁圣人玩步打球，兴致正浓，顺口提了一嘴。圣人已经允了，让陈章在洛阳做个仓草。他人不入长安，既堵住了那些言官的嘴，又能成全大王的爱才之心。这个姓陈的，他是聪明，拖对了人。仓草，官职虽不大，但可以掌管一地之租赋、粮仓、田地，随之用心了。是我浅薄了，差点同情一个买卖官职的贪婪奸佞。随之啊，今日围猎未能尽兴，你没有猎到雌鹿，本王倒是猎到了一头花豹，不能让你白来啊！赠予你了。大王，县主来了。县主？我今日猎到一美人，又得到大王的赏，实在是收获颇丰。我这受伤的美人呀，离不开我，就不打扰大王与县主说话了。这个蒋长阳，当真是聪慧通透啊！可惜有朕呐，不争气。别装了，方才偷听了吧？看来你很关心县主的婚事啊，要不跟他叙叙旧？小声点。人都还没上山呢，就怕成这样。蒋军今日以我当脱身的借口，不言声谢就罢了，还要讽刺于我。清凉山上今日围猎，为何没有告诉我？都说了让你别来，你非要来，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？上得来，便可以以我当借口脱身；上不来，便可以推了这生意。蒋军这算盘打的，连洛阳张氏江面的店主都听见了。幸好没让你遇上豺狼虎豹，否则都得赖在我头上。豺狼虎豹早就被你们射光了，哪里还轮得上我呀？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称臣表忠心。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，更喜欢驯兽。